各位小伙伴，国庆假期大快乐！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，第4届音乐微榜杯《我爱记歌词》也拉开了序幕。本次参加比赛的有蔡明佑、李佳薇、史佩妮、戴佩妮、方大同、宣邓紫棋。他们有的一直在刻意回避自己的记忆里，好害怕，好恐怖；有的明明知道歌名却无从下嘴，那你们怎么唱的？有的硬 Q 小编帮帮唱，有的把记歌词彻底变成背歌词。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。看这一刻，哪位艺人的聪明智商可以占领高地呢？本期特别企划，来看看歌手和记歌词之间那无法摆脱的羁绊。各位音乐微榜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大同。那个小说里有谁会知，有谁会在花田里犯的错？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我刚刚在写花田错，不是，对我都忘了自己那写的那句，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， 那 DJ 会播放，这也许会上榜，我只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。就像那夏天的凉风，吹过我的面庞，情想飞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第一。想说爱你。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， 那 DJ 会播放，这也许会上榜，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，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，吹过我的面孔，心想飞，在我心底，你就是我第一。想说爱你，节奏轻轻的甩，微妙笑，酷酷的跳，这就是新的 style， 不如你一起来加入。跟着我 flow 哦哦哦哦，跟着我 flow 哦哦哦哦，跟着我 flow 哦哦哦，不对，这么自由哦哦哦哦，这么自由哦哦哦哦，伊利埃伊利埃哦哦哦哦哦，跟着我 flow 哦哦哦，跟着我 flow 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有错哦，有错啊？有错啊。你是哪一段？第一段。哦，因为它对，因为它重叠的，对，哎呀。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。一听到 music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抖，当节奏开始打，是谁都能感受。那音符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简直停不下来。现在我有1000年心念，也想破我的阵72变。什么凡人或灵魂或妖孽，我要阻止我看守着师傅他的命。对啊，不是啊，对，哎，啊，对的，我有1000年修炼，也想破我的阵72变。什么凡人或灵魂或妖孽，记得遇上我的时候，不要太得意。有一千年修炼，别想破我的真气是R&B，什么凡人我灵魂我妖孽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傅他的命。我有一千年修炼，别想破我的真气是R&B，什么凡人我灵魂我妖孽，今天遇上我的是神，不要太得意。Hello， 各位音乐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大同。听到 music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勾，当节奏开始抓，是谁都能感受。那音符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简直停不下来。现在开始吗？好，介绍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《放不过自己》。这首歌曲是给有在感情上伤痛的人一个音乐上的拥抱，
去安慰大家。哦，还有啊，然后就是去安抚大家。试一试，反正不能过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也不能低于30秒哦。哎呦，又输了。第一，第二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。JDW 的意思就是Journey to the West， 就是《西游记》的英语，就是应该说这专辑代表了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传统的《西游记》，而是呢这个我自己的《西游记》，因为我在夏威夷出生，我在夏威夷出生，然后在夏威夷出生呢，6岁的时候搬到上海，然后我父亲也是一位音乐人，他是一位鼓手。所以从小就是受西方音乐影响，那后来当然搬到上海之后也会学中文啊，对于中国文化有一些理解。小的时候还学了4年的武术啊、太极啊等等，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听一些传统中国乐器，二胡独奏啊、古琴啊、民族风的一些音乐，所以我会想在这张专辑算是我11周年的专辑，希望可以带出一种中西结合的概念。不需要相接相同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。其实小的时候我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在夏威夷的时候，我母亲会跟我讲《西游记》的故事，然后后来搬到上海，每个礼拜会看。我记得好像是差不多每个礼拜天会有孙悟空的这个卡通片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骗你又怎么样？你想干什么？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就是又有了这个6小龄童的孙悟空的连续剧。且住，老头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念经？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。搬到香港之后就开始看我一直忘另外那个孙悟空是张卫健的孙悟空。最喜欢的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最经典的就是周星驰的这个上下集的《月光宝盒》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：我爱你。我觉得我还是最喜欢悟空吧，他又可以让就是用他的毛变另外一个自己，这个还是挺灵的一个事情。对我来说，力宏是一位最早期，其中一位做中西结合的创作人。他拿一些京剧的元素跟嘻哈的元素融合在一起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会不会有没有兴趣，有没有空跟我录制。那非常感谢他也可以抽空来跟我一起合作。还没有太多机会，因为我们每次见都我记得我们吃过1、2次饭，但是那2次都不是说在聊，特别是当家长的心得吧，都聊一些可能音乐类型的东西。不是，这张专辑其实有蛮多的合作歌曲，起码有7到8首，当中应该有个2、3首都是跟别的女歌手合作，所以当然我也特别喜欢可以跟这样一起合作，因为之前我有帮他写一首《微笑以后》，然后也有帮他制作那一首歌曲，这一次透过这个作品能够给大家这种火花是蛮特别的。没有，因为其实亮颖他是不演的，亮颖他是有一个自己的规则，是他一定不会演角色的。
我觉得他能穿上个旗袍是已经非常的帮忙了。对，因为我也看他歌迷的一些评论，他说哇，好难得可以看到亮颖穿这样的旗袍，所以这个也要非常感谢他，脱离他一般可能比较所谓最舒服的一些呈现方式啊。打算陪着看着过这一杯。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.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. 其实我都不会，我一般都很少会去设想说哪一位歌手很想合作，我都是看缘分，所以我一般都会等到，我觉得我有个作品让我联想到跟某一位歌手这样子。我最近挺喜欢听窦靖童的，对，我都把他的专辑买下来了。这张专辑没有，因为实在太多了。我们合作商他有合作我的专辑，我有合作他的专辑，然后我好像又有合作他的专辑几次。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是有一些音乐上的合作，但是我还是挺期待的那些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合作还是蛮有意思的，对。风格上，我觉得我们没有规定一种类型。那至于你说会不会有请到凯奇，我不知道。也许有一天，如果有个剧本，我们弄出来觉得是适合的，那也有可能。要看了，我觉得要看都可以了，这都是尝试一些新的好玩的东西，而且一般我尝试的东西都稍微有一点点的，就是冷的梗、冷的笑话在里面，只有我的歌迷比较会了解到，对，会看，对，看时间都是有些是快刷，因为我也是就只能说中间看，工作，对，所以未必说全部能够看齐。我记得有一个是一位母亲。他说，因为他的儿子好像是有一些类似于自闭症的，对。但是他说，当他听我的音乐的时候，他会就是安静下来，好像状态比较会有良好的状态。所以我的音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音乐会对他有这样的，可能他觉得不好听，就觉得很闷，所以就，但是反正怎么都好，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个。对他来讲，好的一个影响是很开心的。还在约，然后有一些定下来的，但是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大家也熟悉的一些好朋友上来。萧敬腾暂时我不知道，可能可以考虑一下。长城798也不错，但是我听说有些人说有个新的，他们是说798本身有的那些艺术家都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了。虽然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空的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太会有，但是也许下一次可以来看看。西红柿炒鸡蛋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西红柿炒鸡蛋。西红柿炒鸡蛋，不知道。西红柿炒鸡蛋啊，王五姐儿，说对吧？对的，那就 OK， 图书馆，老日号，不是老日好。不用说悄悄话，你好吧？看着人不错，你收藏。
相亲的那个吧，我想象不了我会觉得很尴尬，我自己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我觉得好像不太自然，听起来不太自然的。没有这样，暂时没有这样，对，应该也不会有这样。小时候有人常会叫我同学在上海的时候会叫我方大，然后后来有一些以前歌迷会叫什么北极王子，我刚才想说东北王子，一个是老板，一个是老方，统统，或者大同宝宝，对，都可以啊，我觉得老方也蛮好笑的。反正就希望你们会喜欢新的专辑，因为新的专辑是慢工出细货，全部都是希望让你们听得开心，而且有一个很好的音乐的一个体验，一个很好的音乐体验那当然也希望是一个，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庆祝11年你们一直在支持我，然后我一直在做音乐给你们听，谢谢。